伙计，回来了啊，哪吃的啊？哎呀，哎，回来了，骆老师。哎，这东西啥呀？啊，感情没好好在这写检讨，又跑园上干这些事儿去了，不怕咱老师说你啊？哎呀，真是骆老师，一回来就说我，给我开批斗会呢。我啥都不干，他都说我呢。啥嘛？看吧，好好看看。我看风景不错。你看，好好看，看能看出来点啥不？这张老照片啥时候拍的？黑桃有盗洞旁边，咋还多了个坡呢？就这个，嗯，看好了啊！我找了好多隐村的老人，然后我还找了好多老照片。现在可以证明的是，啊，黑桃涌盗洞那一带之前是有一个大土坡的。你想说明啥？来吧，看吧，来这儿，我量了一下啊，黑桃涌盗洞距离窦陵的距离足足有800米远。我还找了一下南陵跟窦陵之前的那些勘探的记录，说明了这个黑桃涌盗洞，它不符合窦陵外藏坑的特点，意思就是这个盗洞，它肯定不是窦陵的外藏坑。不是外藏坑还能是个啥？还能是个墓？那说不定就是个墓呢嘛。哎，我确实也没见过哪个陪葬墓能有那么深的。那说不定它就不是个陪葬墓嘛。那你说说，这窦陵跟前还有谁的墓？那谁的墓我咋能知道？那多了去了，那说不定还是帝王的墓呢嘛。哎，你再别胡说了，哪个皇帝能埋在窦皇后陵跟前吧？啥叫我胡说嘛？你看现在这些照片，再看这些东西，你俩别在这呛呛了，这不已经盖棺定论了吗？你俩对这黑桃涌盗洞咋一点不好奇呢？谁说不好奇？那我们俩回来路上还在那说来着。啊，咱老师怎么看到那条口供一点反应没有啊？口供？啥口供？这次去翻译材料，递交上来的资料里有一条盗墓贼的口供，上面写着在墓里闻到过一股香味儿。香味儿？啥样的香味儿？说是比檀香稍微淡点的那种。比檀香淡一点，还是墓里头的香味儿？那说不定是柏木香呢。对吗？柏木香。我们看到材料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。黄肠蹄凑是由去皮的黄心柏木堆叠成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出现了柏木香，那很可能是黄肠蹄凑。但是那是盗墓贼随口一句话，也无凭无据的，你不能胡乱猜嘛。问题是啥？这个黄肠蹄凑是帝王一级使用的果实。这窦陵附近陪葬墓用黄肠蹄凑作为棺椁的，是有这个级别，而且有20-30米深。那到底是谁葬在这儿，会有这么高的规格？要不是有明确的文献记载，汉太宗子陵在凤凰山，我都忍不住要猜，这就是子陵了。瞎说！《史记》里记载资陵山川因其故，山川呢？我老照片上，我盗洞旁边不是有土坡吗？我土坡就是山川吗？咱得下个盗洞。啥？你疯了？我是没这资格，但是我可以给咱老师说嘛。伙计，你能说服咱老师吗？我说服不了他，现在有的这些材料还说服不了他了。那你没机会了。啥意思？我听说市文物局已经跟区政府打过招呼了，马上就要回填盗洞了。哎，先别填，先别填，这洞现在暂时填不了。哎，别填，别填！哎，别填了！快点来，小伙子，你弄啥呀？我是清北大学考古学系的研究生，现在在杨陵实习呢。这洞现在有新发现，暂时不能填了嘛。你一个杨陵，你管俺支陵，你干啥呀？你有手续吗？我手续我暂时还没有呢嘛。那你没手续，你在这看啥呢？那你填这盗洞，你有手续没嘛？我就是政府的人，这盗洞就是文物局上填的。那你就算有手续，你先暂停一下嘛。我们有新的发现，你试试
我们有申请之后我再跟你说，行不行？马上去申请。不是你这小子娃，吹糖人出身子啊，口气大的很。你是个领导啊，我听你的。这盗洞要是没钱，哎，万一再被盗了，你负责任。行了，你赶紧去看，这人多攻击，咱小人在伤着你。好，来弄，我说不能填，哎，就是不能填，不然你是遭罪的。别动，跟你说这个，别动。给咱老打电话。啊，哦，我来。行，你是这，我先给我们老师打个电话，行不行？我们先申请一下，等老师批准之后再说，行不行嘛？哎，我自家的地，你凭啥不让填呢？这不填我咋种地呢？就是填，这里面现在我心疼，这还怎么填呀？不管填，填不了了！别填了，别动了，别了，人家呢？别上手啊！哎呀，填快点！你们妨碍我们执行工作！不是说不让你们填，你们先等一下嘛！大把手！咱老师，是的，小刘啊，这位是清北大学詹教授文物专家，这都是他学生。老师，我量了一下，黑陶俑盗洞距离斗陵有800米，而且我找到一些老照片，它可以证明黑陶俑盗洞那一带40年前是隆起来的，高度比周围高了将近2米，而且那墓里边有疑似黄肠题凑的柏木箱，再加上那盗洞的深度，完全可以证明它不是一个外藏坑，一定是一个墓，而且100%是一个帝王墓。我们可以在这个墓地。说呢，怎么连个人影找不着？闹了半天，跑到原上当古惑仔来了，你行的啊！出啥事了吗？有一个已经认了，算是君君子嗣。哪个人呢？咋处理？这回差点闹出人命了，不管咋说都得关几天。咱老师，行，期待。教授，没多大事情啊，你做个担保就带回去得了。哎，是这，我只担保这2个学生，旁人跟我无关。走。不，老师，那个三老师，他知道错了。不是方块手快，你没了，没命了，开玩笑呢。你咱理多一点，咱担待就多一点，成不？成，你气队都发话了，都也是为了工作，我尽量理解。好，那你先走，我再教育下他。我送你不？不用了，我离近，走2步就到了。不，那你好好教育他。坐吧。你还挺仗义的嘛，把事情都一个人扛了。关上几天又咋了嘛？就当体验生活了嘛。你知道现在贼可惜吗？那盗洞已经被填上了。搁这儿夸你呢。哎，我终于知道为啥教授不喜欢你。爱喜欢不喜欢的，你说他来了，他也不问一下，那为啥隆起来的嘛？那下边到底埋的是谁，他都不问一下呢？你这是个二杆子。你倒给我说一下，你觉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？薄太后和窦皇后旁边还能埋谁？说不定就是汉太宗。我说汉太宗的墓在凤凰山呢。哎呀，啥事嘛？
广川大师，麻烦你了。你看哈，10万一个坑，这就是我花20万出的货。啊，这是俩坑的，赌坑嘛，玩的就是个赌，输赢看运气。那事前我都跟你说的清清白白的，是我不听劝，非要说赌你的运气呢嘛。输1把是我运气不好，3把都输，得是你本事不济。输10把的也有，愿赌就要服输呢。再说你这才俩。哎呀，咋还发这一手呢？我跟你说，久住喝不罢斗。上一回架我脖子上这刀，比你这还长一些利一些，吓人的很呢。小郭，我是诚心买坑，你骗错人了，没人骗你。你给土地爷地的名帖交的野银，那让不让你发这财，那要看土地爷的意思。再说，你这不是还有一个坑呢吗？还有一个坑，在哪儿呢？咋？没新鲜？要是新鲜了，把你请来干啥嘛？哎呀，哎，那可惜了，我这坑给你这货生手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第3个坑要是再啥都没有，玉皇大帝都救不了你。龙来10里，气高1丈；龙来100里，气高10丈。凡有真龙或真穴，必有超元水火炬。山水水曲报弯弯，有血分明在此间。沙环水抱，草木长茂，藏风聚气，阴阳冲和，倒像是个有学之地。哎呀呀呀，你都是个懂行的嘛，就该知道我没日嘛，你这还不敢班门弄斧嘛。大师，听说你们看学也跟中医一样，讲究个望闻问切，具体是咋个望闻问切法呢？这望就是看风水观草木，就像这样的风水宝地，没嘛的，肯定有大木。观草木呢？哎，那古墓底下的土都是夯土，庄稼一般都长不好，看草谁就能看出来。还真是，这文，那学问就大了。秦汉的墓葬都喜欢用青膏泥防腐，唐宋爱用水银和朱砂，这些东西都有味儿。懂行的老把式，把土闻一下，基本上就能知道这底下是哪朝哪代的墓了。这闻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那就是听。大型墓葬在打雷的时候，听回声就能听出来。那问呢？就是这儿。小郭，把他们叫过来。胃口挺好啊。看来这处分对你没啥影响啊。不就是留校察看吗？又不是开除，能有啥影响？那这回你总该好好写检讨了吧？给谁写？给谁写？你说给谁写？他都说没我这学生了，我给他写哪门子检讨？有这时间我不如给哪个漂亮同学写个情书啥的。哼。哦，对了，我最近得忙着寻个新老师呢。呀，
那你最近可真是太忙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本来想喊你一起去原上呢，看你这么忙，我只能在原上祝你早日觅得良师了。哎，罗青，你们去原上干啥？你管呢？印村隔壁有个杜陵村，咱老师就是让咱弄清楚，这个杜陵村和杜陵到底是个啥关系？隔壁村，啊，杜陵村，那离杜陵得10几20公里吧？查这干啥呢？不然它为啥叫杜陵村？哎，这是个好问题嘛？为啥叫杜陵村呢？所以你们查地方志就是因为这事？废话嘛。哦，那你们来原上的目的也是因为这？不是你一天到晚要搞清楚原上啥情况吗？咱老师说了，趁这个假期要带我们在这一带都做个踏查。那美着呢嘛？对嘛？啊，一个假期呢，那你要踏查，你得往盗洞附近查嘛。你查那杜陵跟杜陵村的关系有啥用的吗？怎么没用啊？那你说有啥用？你们说？你看你俩都说不出来有啥用，我看那就闲的没事干了嘛。你说啥呢？这么点事情都弄不清楚，还谈啥踏查？怪事情！3个鼻孔眼就堵住你这口气儿，就不能乖乖听一次话吗？考古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，都得到当地先搜集资料，才能具体计划路线。最基本的都给忘了，怎么书读狗肚子里去了？是查那个杜陵跟杜陵村的关系是吧？啊，1天之内，肯定给你们查明白了。我知吧？还1天？你咋吃的很啊？给你能的。家务大的很。没有，墓大，挖的时间自然长么，接着挖。做啥呀？做啥？做啥？我告诉你做啥！我现在就跟你说。做啥呀？你想把蛮的？做啥呀嘛？做啥呀嘛？啊？哎呀，你咋耍蛮呢？你就不怕惊了土地？我再给你10分钟，下头要是再啥都没有，我就把你炸成肉酱给土地爷开回。我关山大师看的墓，都不会出马的。咋样？有了吗？没有。啥？没有。接着吧。哎呦，我碍事了地呀！哎，挖吧。哎，你这接着挖，接着挖，咋可能没有你嘛？
这才挖了多大一会儿嘛！哎哎，咋真电呀？哎呀，这咋真电呢？不可能没有，绝对有！你是冷安县主和他政府的合葬墓，绝对没人动过，绝对没人动过。你刚说啥？啥了，俺县主？你那这家的吓唬瓜女子，爷又不是被哈打的。小瓜，还真的？啊，回来回来！哎呀，我生我说去，哎。郑墓主是唐高祖的孙女儿，她嫁给了个参军，她的封号叫冷安县主，差不多算是个公主吧。望闻问切，还能算出这是谁的墓？啥望闻问切？你把调子唱高一点，那谁花那高的价买你的坑你吗？说到底，我就是多看书，勤打听，细观察。就拿这个坑来打比方，我也是先在书上知道有这么个人，大概也就葬在这一片儿。怕摸不准，我还假扮成算命瞎子，在这附近转悠了1、2个月呢。最后才打听到这儿的庄稼多少年都长不好，只能种树。还听几个老汉说，小时候在这耍的时候见到过陶俑，这就8、9不离十了嘛。听明白了，确实也是望闻问切，望书问土问当地人。那切也是个悬案，你把古墓卸下来，你咋知道底下是个啥布局，咋走向的吗？你咋样打洞才能最快的下到了墓室？说白了，就是把各个朝代墓的形制，啥人有啥规格的墓搞清楚，才能一铲子下到墓室。对嘛，你真是个聪明人，一点就懂。归根到底，就跟那些搞考古的一样，哎，多翻历史资料，小瓜，搞田野调查。问下他们过了几道必看了啊？几道必看了？过了第3道坎了，还是没有啊？3道必看，接着吧。接着吧。呀，我新见了，有一首诗《卖花谣》，作者是这个刘延嗣，听过吗？没有。我给读一下啊。这个都灵村人不填塞，入故京西复原壁，美至南山草木春，吉祥侯家去金碧，有颜名花春景树，临夫宜德讲何处？终于找到一个记载这个都灵村的诗了，这写的得是都灵村。那得是都灵村的那个地图，你打开看一下，看一下那个都灵村南边有没有那个山，什么河流、悬崖峭壁啥的，你看一下。那说的会不会是鲤鱼沟啊？鲤鱼沟，看看，鲤鱼沟南边有没？哎，就在南边呀，知道的还多得很嘛。那咱下一步查一下刘延史去没去过都灵村吗？借的都是地方志嘛，没借过一个刘延嗣的书嘛。啊，而且这个点儿嘞，咱去哪儿找嘛？
报了！哎，兄弟，我把30万还给你，留我一条命。我这个买坑的钱不用还。娘，我都当是买个养老保险。我说了，不用还嘛。行，我信你。那个当兵是上天再求你一件事得成。哎，啥事？起来说。我这后半辈子呀，还要在这行混你，你能让兄弟几个把今儿这事都烂到肚子里，给我留条后路得成。今天发生啥事了？你们记得不？不知道。大四，起来吧。出了这片林子，咱就没见过。断人财路的事，我绝对不干，尤其是读书人。哎呀，你这人地道，这个掺和人，人还灵性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偷当我的名下，我教你看学。该学的我都学会了。你要是真想教我，就送我几本书吧。那妈的嘛，我把书摊给你都成。前2天，你们刚把村委会翻了一遍，咋个又来了？粪堆里长不出灵芝草，村委会也不是图书馆，你要这些做啥呢？我们在做一项很重要的课题，就是跟杜陵村有关的。咱这个村呢，一嗓子就能从东头喊到西头，小村子，有啥好研究的吗？哎呀，伯，你是有所不知啊，咱这个村子虽然小，但是来头可不小。咱不是叫杜陵村吗？这杜陵啊，就是汉宣帝的墓。但是从地图上看，这个咱村子挨的是汉太宗我老婆窦皇后陵，离我杜陵差着20多公里呢。咱要能搞明白这中间的联系啊，没准就能改写历史。所以我们的课题就是要弄明白，这个杜陵跟杜陵村到底是个啥关系？杜陵村和杜陵能有啥关系啊？屁关系都没有。你娃刚有一句对着呢，咱这个村挨着窦皇后陵。其实啊，以前就叫窦陵村，俺这儿啊有字不清，都不分。你听我说，豆腐李白，人家还以为是豆腐李白呢，叫着，不知道啥时候就叫杜陵村了。杜。你一干早干啥去了？小两口。对，赶紧叠饭去。好。是。回来了，来，快吃饭。哎呀，咱老师这吃的香得很嘛。坐等会儿，快啊！小曼，快拿碗。来了。这几天睡得好，自然就吃得香。我们是没啥胃口吧？我们都睡不着觉，又不是我让你来的。咋样？找到答案了？啊，找到了。这个杜陵村跟杜陵根本没啥关系，人家挨着是窦陵，以前叫窦陵村，当地人杜窦不分，才喊成了杜陵村。还行。再晚点，有些人就白跟我叫板了。所以您是早就知道答案了，是不？出题人知道答案有问题吗？咱老师，就是因为一个谐音的事儿，我们查了那么多没用的书，花了那么多时间，咱用这时间多踏查几里地不好吗？我只是让你们找答案，有说让你们翻书吗？怪的事情，咱还头一回听说，翻书是浪费时间。老师，咱在这儿做啥的嘛？这离黑桃涌盗洞那么远呢。这是不是就是您30年前发掘过的地方？对着呢。听说你们当年在博太后陵园西边发现了20座陪葬坑，出土的陪葬品里有很多动物骨骼，其中还有犀牛骨和大熊猫骨呢。啊，咱这秦川地界有熊猫不稀奇啊，咋还能有犀牛呢？我记得刘庆柱
和李玉芳先生的《西汉11陵》里边有提到过，说南陵殉葬的犀牛属于是，那叫个爪哇独角犀，应该是当年越南的统治者进献给汉朝皇帝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听说那是首次发现，把这个犀牛和熊猫作为陪葬品的。对着呢，但是你们肯定不知道，当年就是因为我，差点改写了这段历史，酿成大错。那年我20多岁，跟你们现在差不多，也是头一回参加这种重大项目的发掘，也跟你们一样，意气风发，自信不疑。贺师傅，有新发现没？还没有。小赞，来，你看这像个啥？这怕不是个牛骨吧？你赶紧回一趟镇上，打电话回学校，找一下地质系的古生物学家杨老师。这谁呢？这不是杨老师呀？杨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去国外搞调查去了，我没找着，我就在镇上的中学找了个生物老师，我想这不就是块牛骨吗？生物老师肯定能认得。小子，哎，来，这骨骼保存的不够全，但是从骨架的构造上看，应该就是一头体型比较大的野牛。我按照吴老师说的记录下来以后，就写在了考古报告里。杨老师听说后呢，就特别感兴趣，专程从古越赶回来鉴定。我们才发现那是犀牛骨。虽然考古队的老师没有一个人批评我，但是我心里很难受，自己跑到原上大哭一场。我当时恨不得一头撞死自己，就是因为我的想当然，差点毁了一段历史，毁了犀牛骨，差点就成了历史的罪人。但是，我犀牛的我倔，我么大，咋能跟我牛的骨头搞错吗？当时的骨架缺失了一部分，我就想当然地认成了牛。后来确定是犀牛骨以后，我们又在坑里寻找，才找到了犀牛角。我今天给你们讲当时的这段丑事儿，就是想告诉你们，一旦主观认定后，就是有再多的证据，都会视而不见的。那我现在终于理解咱老师为啥让咱找杜陵和杜陵村的关系了。因为我们刚开始一接到这个课题的时候，就想当然的认为他们其中肯定有历史渊源，想当然的开始找地方志寻典籍，就是因为我们先入为主了。如果不是因为先入为主，其实不难发现是方言的原因，哪怕去问问小满，问问当地人，都能找到答案。太过先入为主，太想当然，就会一叶障目，然后就忽略了事情的真相。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考古学没啥用，但我觉得考古学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透明。考古发现可以补足史料典籍中的一些缺失的记载，把历史的每一个脚印拼凑复原，把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貌展示给每一个人，展示给世界。所谓考昆补史，就是我们考古的依笔。考古人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判断，都可能关系着一段历史和文明的正确与否。所以，我们要慎之又慎，永远不要想当然，更不要轻易的下定论。黄坤，你现在再猜猜，这会是谁的墓？
没有确凿的证据嘛，我也不敢胡猜嘛。行了，我们这趟援上没有白来。听说了吗？木建辉这怂又挖了个大的。你说这怂运气咋这么好的？真是人的命天注定，胡思乱想不动用，生气死了。哎，被姓穆的老小子当猴耍，让人家卖了，还给人家收钱，一颗贪污资，还落一顿板子。这木建辉活满了都能爬出来，早知道他当时能爬出来，我用棍子先把气放了再说。也不知道生哥是咋想的，现在和这货要盖一床被子。说到底，人家是一家人啊，大断骨头连着筋。咱现在是上面泼水，下面扯脚，两头受整。那咋办呢？那连炮手也让人拐走了，咱上山钓不着鱼，入水打不着台，饿死算了。这样。哎哥，那风水冢不是咱挖盗洞那附近吗？啊，咱要想翻身，还得靠大坑。哥，你骑我那纸，我们兵就往那山。啥事儿？写检查呢。写啥检查呢？看那火，那葫芦打的人能睡着不？我在这在看会儿书呢。装，接着装。咱老师做这些都是为了你。你老觉得他不喜欢你，我们谁都能看得出来，他最重视你。因为寄希望大，所以对你才最严。要不是他去求情，你已经被开除了，还在这读什么书啊？好好想想吧。哎，咋？还没睡？睡不着嘛，在这运动一会儿。找我有事儿？没事啊，没啥事儿。啊，你这么晚不睡是？睡不着，出去走走。那正好咱俩能一块儿嘛。走。你说咱们干田野考古的啥最重要？肚里的墨水。肚里的墨水再多，要是没有个好身体，发掘现场你都来不了。所以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锻炼。我告诉自己，如果在学术成就上比不过别人，我就跟他们比谁活得长，用时间来战胜天分。老师，您那次犯错之后，后来您……哎，那次从原上回去之后，我一直就抬不起头来。
心里就像压了个磨盘，好几年都喘不过气。正好我有个同学在榆赛有个项目，他就劝我把秦汉考古先放一放，到他那儿去散散心。我这就去了。到榆赛？对。到那儿一看，千沟万壑的，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山，干巴巴的河，还有一望无际的戈壁，苦得很。但是到了那儿，我头一回感到轻松。为啥？因为天高地远，没人认得咱，也没人知道咱犯过啥错，所以一到那儿，我就留了下来。顶在头上的天，踩在脚下的月，人就站在这里，一鱼那一瞥。黄土烧过的黑，余温仍烫得真切。旷野之下，沉睡那段圆缺。莫停歇，我乘船走马，此心如铁，把百里星传给一轮明月。问今是何节，千百年。谁手不岁月？长所愿。上顶舟头去了又回，汉阳汤泥渡黄河水。一辈子就为存真趣味，撞南墙也不后悔。我乘船走马，此心如铁，把百里星传给一轮明月。问今是何节，千百年。谁手不岁月？长所愿。